趁中俄无暇顾及，美国对两国亲密伙伴下手，嫌欧盟垮得不够快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美国趁中俄不注意，对塞尔维亚下了手，矛盾却直接指向欧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来聊聊。地球资源是有限的，谁掌握了全球霸权，谁在资源争夺和分配上就更有优势，所以才会出现各方势力的角逐。这不，美国趁中国、俄罗斯无暇顾及国际事务，最近又开始对两国的亲密伙伴塞尔维亚下手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外媒报道，科索沃近日准备颁布塞尔维亚车牌和证件的禁令，引发当地塞族民众大规模的抗议。虽然这次摇旗呐喊的是科索沃，但是美国才是科索沃的幕后操纵者。没有美国的授意和支持，科索沃哪会冒着被内外攻击的风险颁布禁令呢？就在科索沃局势突变的当晚，塞尔维亚领导人发表讲话说，这次的局面如此复杂而困难，之前从未有过，所以科索沃问题不是单纯的内部问题。此消彼长，唇亡齿寒，中国和俄罗斯可暂时顾不上美国。对俄罗斯来说，俄乌冲突爆发已久，虽然目前在战场上俄罗斯处在有利的局面，但是为了提防北约搞偷袭，俄罗斯只能隐而不发，某种意义上被牵制住了。对中国来说，佩洛西访台闹得沸沸扬扬，对挑战中国底线的事绝不会掉以轻心。在整个事件中，恐怕只有欧盟腹背受敌，而美国一开始就冲着欧盟去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们先说说科索沃问题背后的暗线，它是理解问题的基础。当年为了抗拒美元对各国财富的收割，欧盟推出了欧元。美国随即找了个借口，对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原本就有纠纷的科索沃发动了战争，资本就是趋利避害的。科索沃战争迫使欧洲地区资本大量出逃美国，欧元也因此汇率大跌，科索沃就成了欧盟的软肋。这也是北约部队长期驻扎科索沃的问题。所以科索沃要发生战争，会使欧盟利益严重受损，这便是科索沃问题背后的暗线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再来看看欧盟、北约、美国、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表态，就不难理解了。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俄乌冲突。我们说美国很精明，表面上和欧盟在一起对科索沃施压，但实际上却让北约部署的部队准备干预。据外媒报道，该部队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，尽管北约是以美国为主导者，但由北约部队出面干预，事情就变成了集体行为，美国在舆论上不至于败落下风。俄罗斯相对厚道，也最早看出了科索沃问题的本质。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，科索沃当局的决定是不合理的，呼吁科索沃及其背后的美国和欧盟不要挑事，尊重科索沃当地的塞族人。中国的帮助相对实质，不仅派出了医疗队，在今年5月，中国出口塞尔维亚的 FK3 防空武器也第一次在当地亮相，这给塞尔维亚在非常时期使用非常手段提供了保障。只有欧盟一边被美国忽悠着制裁俄罗斯，把自己给忽悠瘸了，一边还提防着巴尔干半岛火药桶爆炸，使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。很显然，这是美国嫌欧盟垮得不够快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